好，这个服务区是有领航换电的，而且还挺酷的，我们就让他来跑一下呗，看看他自己去换电站换个电，他会自己开进匝道，然后在服务区里头自己导航，看，都是他自己完成的。好，这个时候他要右转。你看那边是充电桩，这个季节吧，充电虽然有棚，但是地上是湿的，湿漉漉的，而换电就可以优雅的完全不下来。领航换电，下单成功。好，我们自个儿过去换。你看我又来种种子了，这边在换电，这边有人来看。A few minutes later. 电池换好了，开出去请小心。给充电的车主们安下一颗种子，希望他们以后买可以换电的车型。给大家演示一下为啥不能充电。我这里是个标准的充电桩，蓝田东服务区上海方向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。我刚才去上了个厕所，然后给它插着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个充电的功率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你看，你看看充电的功率。在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，这个桩只能提供56千瓦的功率，就60千瓦不到。也就是说，100度的电你要充1个多小时。刚才我在这里花费了5分钟的时间，6分钟的时间，只充了5度电，这就已经是充电桩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了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3分钟的时间换电，车就已经走了，这个差别其实非常大的。这还没完，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外边。这是外面的充电桩，我不说这个东西有多脏吧，但是它至少干净。然后你看看充电桩这根又长又粗又硬的电缆，你不要说你的车企什么有自建充电桩，整个车企中建充电桩最多的是蔚来，这就是你正常跑高速就会面临的实际的充电问题。管你什么车来了就是60千瓦，爱用不用。这样的一个充电桩在这儿，你说你有800伏，你说你有500千瓦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你越往后面看，换电站对于电动车的储能出行不仅是无敌的，它从逻辑上来说也是运营效率更高的选择。是狼牙山服务区，哇，好多蔚来的充电桩啊，一直都在换电，对吧？用换电站换电，很多人都忘了咱们是可以充电的呀。很多不熟悉蔚来的同学们都会觉得蔚来只能换电，其实一样可以充电啊。看，只要插上就搞定了。充电的主要问题呢，还是效率问题。你看我现在这个充电速度已经挺快的了，看一下我们的充电功率。已经80%的，还有100多千瓦，对吧？关键就是你看剩余时间还24分钟，24分钟换电能换，而且蔚来车主的换电站加上加充桩应该能接近80%左右的电量吧，所以就是可以充电，可以换电，就是比只能充电的车要自由，对吧？好。